大家好，我是瑞。你们知道我最近在高雄找房子，那我看很多房子以后，有发现很多文化踪迹。我们欢迎 Ted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们是35线上赏屋，我是 Ted。谢谢 Ted 你来一起讨论法国跟台湾买房子的文化差别。我也有准备了一些我在高雄喜欢的房子，这样也可以告诉我哪一个是比较值得买。所以我的未来交给你。可以，所以我叫你来住我家。在法国，我们是用平方公式计算，在台湾是用平，对吗？对。所以换的方式是一平差不多是3.3平方公尺。我发现计算室内的部分，在台湾跟法国完全不一样。我们在法国，比方说，如果有2个房子，都是50平的，对。但是一个有阳台，这个阳台不是室内的空间，所以每一个房子那个中介会跟我们说这是50平的房子。但是当然那个有阳台价格会比较高一点，但是我们算那个价格的部分不太一样。比方说，如果那个房子的1平是100万元，对，那个阳台我们可以说是1/3的价格，所以可能1平是大概30万元。那个法国他们叫做10平制嘛，就是台湾也是很多人吵着说希望要10平制。10平制的意思就是实际的平数，你室内的空间是几平就是几平。台湾是全幢平数，要扣掉一个公共设施的比例，然后才是你室内的平数。但是我们付钱的时候要付的是全幢平数，阳台也属于在那个平数的里面。只有一个东西也是计1/3的价钱，叫做露台。对啊，我有听说那个露台跟阳台，我听不懂有什么不一样。因为看起来是一样啊。我觉得今天这集可以拍很久。简单讲，露台就是你出去的空间没有屋顶啊，阳台是有屋顶的，那个没有屋顶的可以在那边烤肉，很重要。那你刚刚说那个公设的部分，那个部分我看房子的时候也让我吓死了，因为我们真的吓死了，因为我们在法国都没有公设。然后如果你买50平的房子，那室内就是50平，对。但是在台湾呢，常常新的房子都会有35%，就是公设比。你买50平的房子，里面可能只有32平，我觉得是很夸张，怎么可能？你不觉得很是骗人吗？完蛋，我先跟你讲个厉害的，那个公设比对也是法规的问题。电梯是公共使用的，然后电梯走出来的梯厅，然后还有你的逃生的楼梯，不属于自己家里面，可是我们用得到的地方，它就叫做就是要大家要分摊的。那个公设比基本上是合理的。合理的啊，如果现在是28%以下，算很低的。那合理的可能是28到31、32。新的房子有32的吗？有很多啦，在高雄没有？有吧？不可能。我们住那么多房子，他们全部都最低是34，然后到37。然后我们要讨论一下房价。那我想比较巴黎跟台北，巴黎1平差不多100万台币，台北市平均啦，其实是75万，因为有很多老房子嘛。对。但是你们的老房子，我觉得跟法国应该完全不一样。在巴黎有很多100年的房子，我有家人已经有买一个100年的房子，但是1平也是100万台币。那不可以拆掉重新盖大的？不可以，因为我们的政府要维持我们的市容的景观，所以他们不会允许重建。那就是不能盖高楼，只能都是盖没有高楼层。我们在巴黎大部分的房子都会5楼、10楼。巴黎会地震吗？法国的地震是真的比较小的，所以我们都没有感觉，我们不会有我们的房子这样发抖。我有看一些30年的房子，台湾人都跟我说这个太久，你不要卖。这为什么？我觉得在法国30年的房子蛮新的，就是应该是说地理位置还有气候的条件不一样。台湾会有潮湿的问题，对。那如果潮湿地震，就有可能会让这个房子比较快坏掉，所以台湾的房子很多久了就是要漏水，它会必须重建。现在流行重建，因为重建会涨价。可是法国的房子100年还要100万，有点贵。好像对台湾人
有一点贵，但是我们在法国的平均收入也更高，差不多7.5万。好像有很多台湾人现在都买不起房子，所以现在流行买不起房子。对，是流行。所以我有看到一些数据，法国跟台湾的收入跟房价的比例。对，台湾现在是19不好的，但是法国是34的。法国34。对啊，所以法国的收入比较合理。那法国的房子会一直涨价吗？要看什么城市，大部分会慢慢上，因为在台湾是每年都上，对吗？台湾几乎就是会上。对，所以有一些人会说，这是因为台湾很小，当然价格会比较高，但是好像是因为有很多老板会买很多房子，只是为了卖更贵的，但是这样价格会越来越高，然后一般人可能买不起的，所以我觉得台湾人很辛苦，因为好像你也有很好的工作，但是现在都买不起房子。像我26岁，对，我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26岁他们已经在法国在巴黎附近有买房子的，但是大部分26岁的台湾人买不起，应该买不起吧？这个一定是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。有人买了很多房子，他们叫做投资炒作。但是其实欧美国家很多人是房子可以租，亚洲人不是。亚洲人我们老一辈的一定是叫你们有赚了钱，就是先买房子，买了房子钱才会留着。大家都把房子当做一个有没有钱的依据，结果大家就开始炒作，有些人就开始把这个东西当做产品，一买一卖赚差价，再一买一卖，一直买就一直赚钱。尤其是在台湾，我发现你们的头期款非常高。我们在法国头期款可能是10%、15%，但是在台湾新房子都是20%的，基本就是20的。可是如果你买的不是全新的房子，可能需要30%的自备款。这样，如果你刚刚开始工作，你没有这个钱，对，除非中乐透。对啊，除非中乐透。对，所以我也希望。但是，所以这样年轻人怎么买房子？台湾人很流行，爸爸妈妈赞助小孩子头期款，之后的贷款是小朋友自己付的。哇，太好了！因为我们在法国这不是这样。那如果我需要比较多钱付那个头期款，我的爸爸可能会跟我说：“好，我可以借你钱，但是他不会给我的，他们不会。”然后那个利率，台湾跟法国其实没有差很多，都是法国的利息是多少？1点多，现在很低。如果你们有钱，你可以去法国投资，在法国买房子，但是要小心一点，因为法国的利率也要看你的健康状况。如果你抽烟，比方说，他们也会给你比较高的利率。但是台湾人啊，他不管你健不健康，他只管你有不有钱的。对，他不管你有没有心脏病的。对。他可是就是说，台湾的银行就是有2个依据，一个叫做你用你的房子跟我贷款的话，你的房子要抵押给银行，这是他的担保品。第二个就是他会看借钱的人的还款能力，主要依据这2个。那现在我想跟你讨论最好笑的部分，就是买房子的行销。在高雄70%的在路上的广告都是买房子。很大的广告，很夸张，他们有这么多钱呢？对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有钱。对啊，是不是有钱？但是如果他们有那么多钱，是不是因为价格太高嘛？有一些可能是它的利润有可能还不错，可是这个行销包含了就是你在路上看到的看板，对，还有包含我们买一些 Facebook 广告啊，当然盖那个接待中心啊，对，那个接待中心我觉得很夸张，对，因为真的很大也很漂亮的房子，那就要把它拆掉，对啊，对，所以是有一件浪费钱，不是吗？对，所以因为他们有钱。对啊，然后在里面，他们会给你很好的服务，会给你水，会给你拿铁，会给你饼干。对，我们有一天看5个房子以后，真的吃饱了，也是被吃饱了。不管你有没有钱，你来那边，他们都会觉得你很有钱。他们看到你进来，就看到财神爷了，知道吗？台湾算是全世界里面卖房子里面很会包装的，他们就是塑造一个，你是一个很高档的身份，因为
实如果你不小心买单了，你不小心手滑了一下，信用卡刷了，就1000万就去了。那个在外面的广告的样子，我觉得也是蛮好笑的，因为大部分都是给你看漂亮的美女、很有钱的公主跟王子，还有时候是动物，你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房子只有动物。这个大象，我还是狮子。这是我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看到那个大象的广告，我以为是动物园的广告。法国我们其实没有很多那种买房子的广告。我们想买房子，我们会看网络的 APP 的网站，还是我们会直接去那中介的公司。然后那个名字也是很好笑，有时候跟5星饭店的名字一样，说那个 King's Residence Patek Inherited， 这是非常高级的英文名字，真的很好笑，真的感觉你就在一个 castle。台湾人还是会有一个这样子的心态，想要自己买的东西是很高级的，那所以那个建设公司啊、代销啊，他们就想要把他们盖的房子包装成一个不是只是房子，他们想要说啊，我们不但是盖房子，我们的房子像美术馆一样，是一个纪念，是一个精品。对，放动物在台湾比较像是，就是他们希望给一些喜感的，或者是让人觉得，就是眼睛为之一亮的，因为我们在路上看不到动物啦，所以突然有一个动物在那边，大家比较吸睛。那最后的部分，我想讨论风水，因为我们在法国差不多不在意风水，所以在台湾好像比较重要，会有很多的规矩。最常讲就是这个进门的时候啊，不可以直接看到窗户。再几个就是通常像这样子，就可能会有一些人会有意见了。沙发一定要靠墙壁，要碰到墙壁，一定要对吗？对，床、沙发的靠背。都要是墙壁，不可以是窗户，也不可以是这样空的。我知道很多台湾人不喜欢住在10楼还是4楼，10楼还好，10楼不一定。有一些人也是不喜欢13楼啊。台湾人也好像不喜欢那个西晒的房子。但是我们在法国好喜欢，可以在外面晒太阳，很轻松。台湾西晒，晒到你想要把太阳射下来。OK， 再电费也会比较高。对，电费会比较高。这个有做功课啊。对啊。好，那我这里有准备了一些我喜欢在高雄的房子。反正我们会再拍另外一支影片来讨论说，这几个案子我们怎么看，我有什么建议，有什么想法会跟他讨论。但是放在那个我们35线上散户的频道。但是在这边我们先公布有哪几家跟大家说。好。所以我们有那个，这是言承旭。言承旭，你知道言承旭是谁吗？不知道。是一个 favorite star。真的吗？百达馥诚，还有英文名字哎。对啊 ，Patek Inherited。也是在博尔特区仰德湾，也是在言承旭。艺文院哦，这个好像很漂亮哦。你觉得吗？其实我觉得外面是最大的问题，我觉得很丑。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影片，别忘了给我一个赞，还订阅我的频道。Salut，好不好？ Salut。